你知道在三国中，卧龙和凤雏谁的实力更强吗？作为蜀国争议性最强的两位谋士，如果仅靠一些表面的认知，是不足以对他们做出评判的。而想要真正的分出胜负，还得从各个方面逐一探讨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查阅了三国的大量资料，从他们一生的战绩、谋略才华以及行事能力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。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，看看到底谁更强。首先，我们从战绩上看，诸葛亮为刘备谋取了荆州，而庞统则是打下了西川。从当时的版图来看，荆州的战略地位明显高于西川，也就是说，诸葛亮的成绩要比庞统更加亮眼。当然，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。我们都知道，庞统当时对刘备可是忠心耿耿，可是刚来不久的他却始终得不到刘备的赏识。但他为了效力主公，宁愿自己从最基层干起。果然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在莫阳一战中，庞统就逐渐崭露头角，向世人展现了他的实力。当时就连诸葛亮也承认自己尚不如庞统。后来在诸葛亮等人的强烈推荐下，刘备才接见了庞统。一番畅谈之后，他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，与诸葛亮同官。从此之后，庞统处处为功，誓死追随刘备，从未有过私心。而反观诸葛亮，却在他身上看到了自私的一面。确实，没人能否定诸葛亮为蜀汉基业居功尽瘁、死而后已的忠心，但却在这其中藏着一份唯我能救蜀汉的私心。虽然在战功上诸葛亮确实占优，但在人情世故上，庞统略胜一筹。你知道在三国中，卧龙和凤雏谁更聪明吗？别着急，现在就带大家进一步的分析。说到庞统，其实他能力很强，但是行事不稳，急功近利，而诸葛亮却是稳扎稳打。因此，刘备总是让庞统随军，多献奇技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而诸葛亮则适合留守后方，他性格稳重，又是正人君子。而年轻时期的庞统相貌丑陋，还有点木讷，因此并不被人看好。这一方面，庞统吃了很大的亏。再对比两人的人生成就，这一点可以说是毫无悬念。诸葛亮政治上成为蜀汉丞相，军事上远强于蜀汉的曹魏都无可奈何，还有草船借箭、舌战群儒这样的名场面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他是中华至圣，成为了影响中华的10大文化符号，这一点诸葛亮完胜。但庞统的实力也不弱，他在当县令时天天醉酒不理政事，但是对需要100天才能处理完的政务，他在半天之内就能搞定。从这儿也能看出他的办事效率有多高。但可惜的是，庞统早在36岁就死了，没能给他留下太多创造成就的时间。而他们俩才能侧重点其实不同，相当于不同的学科专业。庞统是擅长军事战略，而诸葛亮则擅长军政治理。不同的专业领域，二者都达到了巅峰。试想，如果庞统没死，诸葛亮安于后方治理蜀国，让庞统统兵，这样的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。总的来说，在历史发展的浪潮中，诸葛亮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，而庞统则是被迫中途弃考。原来在三国中，诸葛亮与庞统的实力早就分出胜负。现在就来为大家做出最后的分析。在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：卧龙凤雏二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从这儿可以看出，他们俩的实力应该不相上下。就拿刘备夺取西川来说，庞统这时已经说服主公将一切精力放在入川上，但诸葛亮却认为此刻入川并非良策。二人开始针锋相对，都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而刘备为防止二人引起分歧，则想要退回荆州。不久后，庞统在落凤坡发生意外，死在乱箭中。直到这时，诸葛亮才后悔莫及，用头疗的死醒悟了自己。于是他按照庞统生前的战略部署入川，调走张飞和赵云，只留关羽一人留守荆州。最终没有辜负庞统的期望，顺利灭掉了刘璋。同时在西川也实行了新政策，但这也为荆州的失守埋下伏笔。其实，在刘备身边这么多谋士中，每个人的特长和价值观都有差别，但他们唯一不同的是，都有一颗赤胆忠心。而对于卧龙凤雏两人的评价，只能这么说：二人不分伯仲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庞统没有发生那次意外，蜀汉还会灭亡吗？那刘备能统一天下吗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探讨吧。如果有想看的系列，也可以说哦。